弄完已经3点多，他又马不停蹄地开船出海，跟胡子和大壮他们约好的，今天下午去见一面。他可不能失信，在海上一直飘到8点多，他这才回了家。到家吃完饭没一会，林安国来了，父子俩聊了有近2个小时。爹，我出国之后应该没几天就有人找上门，到时你不能一口答应，推脱这事要等我回来，等到阿珂出面之后，看在阿珂的情谊上，你才勉强答应下来。不过出于对村子的负责，你得提2个条件，一个是……那你这次得去多久？林浩想了一下，大概20天左右，家里的事我都安排了，这出戏你一定要帮我演好。放心吧。此刻远在京城的于伐科也在接见朋友。于君，我刚得到通知，林浩应该明天就能离开，不得不说跟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。男人说着，还起身微微鞠了一躬。这件事是绕不开阿浩的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离开。刚好他在加拿大的淘金团队中有我的2个人，为了你，我连朋友都出卖了。东田先生，我的牺牲是很大的。于君的付出，我们会记在心里。损失了与林浩的友谊，但我们的友谊会永远长青的。于伐科淡淡一笑，但愿如东田先生所说。林浩折腾了近3天，才到了育空地区，现在已经是6月末，所谓的机器故障自然是假的。他到的时候，淘金基地一切运转正常，大家都在全力的打工。按照这里的气候，今天也就还剩下不足50天的淘金时间了。阿浩来了，老板来了，小师弟来了。每个人的称呼各有不同，林浩皆是笑呵呵的应着，看向吴兴。吴叔，您怎么还没回去？我打了电话回家，家里一切都好，那我回去也没事，在这多少还能帮点忙。林浩道了声谢，又看向老朱。朱叔辛苦了。这话说的，我算是最清闲的了。走，带你去看看这1个多月的成果。林浩说了声不急，然后到淘洗场转了一圈。二师兄刘金虽说是负责分离黄金的，但没事时他也会在淘洗场帮忙。这会正开着挖掘机给淘洗机输送土料呢。金哥还习惯吗？习惯，好着呢。来，抽根烟。见他从口袋掏出香烟，林浩愕然，几个师兄都不抽烟的呀。他笑着接过，刚学的。嗨，被你生哥训过好几回了。林浩哈哈大笑。大师兄王家生是个仁厚的性子，自然见不得刚出龙虎山的师弟就这么堕落了。从淘洗场回来，他又来到放旧设备的地方。江斌这会儿一身无字的在那发呆呢。斌哥咋了？江斌愕然扭头，随即笑道：阿浩刚到，这边的旧设备不少，特别是卡车，我没事就拆点，把有用的零件留下来。现在拆的有点多，我正想着是不是自己动手攒1台车出来。林浩一竖大拇指。斌哥威武，你也别把自己绷得太紧，想家没有？听得此话，江斌再度咧嘴一笑，说不想那是假的，但也没多少时间想。阿浩，我听乔伊说，这边最多还能干1个多月，这每年的工作时间也太短了。没办法呀，天气就这样。跟江斌聊了一会，他这才回到基地。这2天乔伊不在，去旧金山处理自己的琐事去了。你走时总共有80多公斤的黄金，这1个来月我们停机了2次，第一次16天是2044盎司，第二次19天是2663盎司，目前我们合计收入是7670盎司，换算一下就是217.44公斤。老朱掏出一个记事本，上边详细记录着每一次称量的结果。林浩确认过后，便在上边签了字。朱叔，大概还有45天，你估计还能产多少黄金？老朱显然早就有合计，没怎么犹豫就回道：如果设备一切正常，我们至少还能收获6000盎司，也就是170公斤。今年1年，咱总收入不定能到400公斤。林浩在心底默算，1克黄金20美刀，400公斤也就只有800万美刀，去除成本和给大家的工资提成，自己还能落下400多万就不错了。说实话，真的有点低，但若是把这部分黄金存起来，再过个几年出手，那价格自然就不同了。他现在是缺钱，但不缺这点小钱，所以卖不卖还真的无所谓。跟老朱又聊了一会，他就开始着手给大家做饭。饭后，他找到了老朋友凯恩。欢迎回来。在凯恩的陪同下，他转了对方的料场，相较自己的料场要小不少，总共也就6个人在忙碌。凯恩，你这1年能忙碌多少黄金？差不多1800盎司左右。凯恩显然对这个成绩很自傲，毕竟他们只有6个人，1台淘洗机。林浩不置可否，说极了这次来此的目的。我想要把我的金沙变成金砖，你有门路吗？这个简单，丹阳乌市就有，离这里大概400公里，我可以帮你联系。林浩挠了挠头，妈的，育空地区就这点不好，动不动就是几百公里荒无人烟，所以最近的城市都在几百公里之外。想想也正常，加拿大的面积比国内还要大，但整个国家只有3、4千万人，比国内的一个省份都少。那我若是要一些铜锭，能想办法解决吗？要那个干什么？我有自己的用途，就想知道这个能不能搞得到。太简单了，你要多少铜锭，交给我来搞定就行。太谢谢你了，我大概需要1吨的样子。又跟凯恩聊了几句，林浩又回到自己的矿场，在矿场里待了2天后，等到乔伊过来，2人又开着车回了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。
你一个亿万富豪，不买一架直升机就算了，咱就不能雇佣一架吗？全身都快颠散架了。乔伊那是相当的不满。废话，我算了一下，一年也就300-400万的利润，再雇几次直升机，毛都没了。乔伊那个郁闷啊！老板，我淘金最好的一年才赚了60万刀。你能和我比？你要和我一样，也不用现在在我后边打工了。跟老外说话不用婉转，你谦虚他们会当真的。这话让乔伊更郁闷，但他又无力反驳。到了安克雷奇，林浩就用不上他了，把他丢在酒店，独自一人去找肯特聊天去了。找老肯特要谈2件事，一件自然是渔业公司扩展的事，这倒不算是他上杆子，在国内时，老肯特已经去了2个电话催促了。其二嘛，他要想办法通过老肯特把黄金给运出去，毕竟不管是美国还是加拿大，对黄金的出境都是有限制的，少量的还行，大量的肯定搞不定。倒是对铜的出境没有明确的限制。其实他可以找韩顺平，毕竟韩叔在加拿大这边也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但这是势必会让韩叔很劳心，所以他想着能不能跟肯特聊聊，自己哪怕多花点钱也无所谓。零，如果你真如此做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走私。这是老肯特听完之后给出的办法。7月2日，星期五，事情眼瞅着尘埃落定，五条真三也不再隐藏自己，他出现在了京城于氏的办公楼内。半个小时后，他和于伐科签完合同。于先生，谢谢你的配合。于伐科耸了耸肩，我看中的是利益。对了，我提醒一下你们，我和村里签的协议部分条款你们还是要执行的。放心，我们会的。五条真三正打算告辞，随即又回头问道：我想请问一下，林浩还要多长时间回来？怎么了？你们怕他回来阻挠？不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样子。五条真三露出一丝嘲弄的笑意道。于伐科双眼微眯，不得不说，五条真三，你真是个混蛋。谢谢，我把这句话当成于先生对我的赞美。五条真三走后，于伐科面上的愤怒一闪即逝，一旁始终不发一言的小曾欲言又止。于伐科看了他一眼，把我真当成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出卖朋友的人了。怎么会？于总这样做肯定有自己的原因。等阿浩回来你就知道了。事情还没完全成功，所以远没有到揭盖子的时候，因为于伐科签了合同。